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生元气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第二赛段叫做双擂之战，第1场的擂台赛即将继续。哎，你敢信吗？我有颜粉。那么做就像是处疯了。我学坏了，我跟你说，学坏一出了，你背叛了队伍。还是要接纳真实的自己。这个事儿吧，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结构。每次看不了别人好。没什么大愿望，我要黑化啦 ！But I like。以为你在玩火，然后。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各位，我们第二赛段叫做双擂之战，第1场的擂台赛即将继续。暂时坐在擂主宝座的是小齐、史岩和瑞瑞，其余攻擂失败的小队呢，目前进入了待定区，但是别着急，这些朋友还是有机会回来。擂主小队是不是能够守擂成功？让我们接下来继续下面的比赛。加油吧！曾经是效果的老员工，在上一场的表演当中对前上司贴脸开大，让人觉得哇，好解气啊！让我们掌声欢迎重新归来的陈小静。大家好，我是陈小静。上一场我把效果文化骂了一遍，今天继续，不吐槽公司，吐槽小人。哦，这么共情，怎么了？之前我跟一个演员朋友分享我的段子，他觉得特别好，好到他自己上台就讲了。谁呀？一会儿解答。我说你干嘛？这是我的。他说没有了，我就是帮你试一下。我就试一下，我傻不傻嘛？这几年我发现我小时候学的美好品德，都成了我在社会上的弱点。我真，同事套我话；我善，老板欺我弱；我美，确实。以前大家经常叫我笨蛋美人，我还很开心的问，干嘛这么叫人家了？他们说单叫笨蛋没礼貌。
人不聪明就会很笨。有道理。工作几年，三观尽毁，心脉受损。我信的背叛我，我依赖的舍弃我。哎呦，所以在我30岁那一年，我决心改变这一切，我要黑化。有段时间我都不出门，我就在家里黑化。有个朋友问我，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啊？我说我在学习权谋。他说听起来就很蠢，而且没有人会告诉别人自己在学权谋。气得我直接把微信名改成了劲宝学习权谋版。我不只要说，我还要到处说，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是白痴，我是权谋大师。朋友看我那么认真，也不讽刺我了，他劝我去看医生。我哪有空看医生啊？我忙着看博弈论呢，我看得我眉头紧锁，因为这个东西它里面说到底，它竟然都是在教我数学。他就教我面对问题的时候要排列组合不同的情况，分析利弊，评估风险，从而选择一个最优方案。看完我激动，把以前算计过我的那些小人全部带入了公式。哎呦，我要狠狠地算计他们。算着算着，我在想，要不让人家算计吧。我算不出来，我是文科生啊。算到后面，我只能说算我倒霉好吧。我突然很佩服那些小人，就之前我觉得人家心术不正，这下我突然觉得人家害我也挺不容易的。真的，你想算计，你要先会算，你要做局，你要先会做题。难怪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不好数理化，你就只能像我一样相信星座和八卦。算不出来，我就只会每天在小某书那种遇到小人怎么办的帖子底下跟着发小人滚开。小人远离我，此局已破。太可爱了，小静。我开始看各种兵法，我发现那些兵法每一计的核心其实都是在教人伪装，就是反间计要制造误会，空城计要假装淡定，苦肉计要有破碎感，就是建立信任然后打破信任。看完我去魅了。除了看书，我还海量刷剧，正统权谋剧哦，不是那种骗傻子的爽剧。那种正统权谋剧，他演员都不是花瓶，剧情都不低能，也没有狗血的爱情。老实说，不是真心变坏，根本看不下去。我是真心变坏的，我逐帧学习。我早上大明王朝，下午雍正王朝，晚上康熙王朝，我天天上朝。比上班累多了，每天就在那边揣测生意，而且很多地方根本就看不懂。看完剧，我还得打开视频网站看2个小时的名师解析。为了学进去，我还要每天写错题集。就是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按照权谋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我就不跟你们分享了啊。因为剧里有一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分享给你们。有些话你说了，你就是这句话的奴隶；你不说，你就是这句话的主人。学到了，观众怎么学到了？这里其实应该有个大爆梗，但我决定做梗的主人。哦，这个铺得好哎，巧妙。我
我发现帝王星术最重要的是你要是帝王。我朋友说，那你怎么没发现权谋最重要的是要有权？醍醐灌顶，没有权有谋用。有谋用啊！那我们普通人不学权谋，应该学什么呢？我想到了，学维护权利。老实说，学完权谋之后，我什么都没得到，还得了疑心病。我甚至都理解曹操了，什么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他就是破碎了。什么吴昊梦中杀人，他就是没有安全感。心疼哥哥。好像在演网剧。前段时间看《藏海传》，我观察到这种权谋剧的节奏其实主要分为3部分：隐忍、复仇、释怀。我发现我3部并2部，我隐忍然后释怀。就是我隐忍着，我在想啊，这我都忍得下去啊，我好厉害呀、我就释怀了。我把这个分享给朋友，朋友说好厉害呀、学成了窝囊废。我没生气的啊，因为我并不想当那种无能狂怒的人。所以我都是无能狂原谅。没办法，真的复仇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难怪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难怪大家爱看短剧，还是重生复仇快。怎么一重生就会权谋了？计谋说来就来，性格说变就变，好想体会一下这种计上心头的感觉呀！真的好想当个心机女啊！我心机女在我这是褒义词，是我的梦想。我每天睡觉前都在祈祷，赶紧长出心机呀！可以说睡前是我一天中最坏的时候，一觉醒来真没想到良心还在。到底是谁说的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学坏很难的。老实说，今天这个比赛的出场位置我也权谋了。我把41个选手排列组合了一下，我不能接文本强的，不能接呈现好了，不能接人气高的，我不能接的有41个人。还好我最后接了快哥这个大傻子。感谢块哥的科举。最后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学习权谋的结论吧。我决定放下权谋了，因为权谋的力量我不知道，但怀疑的力量足以毁灭生活。吾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怎么老说错话呀？压力好大呀！难怪古代太后没说2句话就哀家罚了。我顿悟了，如果一切都可以被算计，那我要相信，我相信因果，相信好人有好报，因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去约束别人了。相信正能量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大的权谋。我最相信的是老天爱笨小孩。哎呦，对。对
抓紧时间，为小静刚才的表演投出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静。谢谢。哇，厉害，小静，小静实在太厉害了。对，和我们之前认识的小静脱胎换骨，而且貌似柔弱，对，其实无比坚强。因为我学权谋了。对，因为学权谋学的太好了。说完权谋了，我们整个的心态全谋了，太棒了！哇，哎，感觉就是说，就是这种一种复仇的这种东西，打开了您的任督二脉哈，就是整个感觉。就是怎么这么有趣啊？就是因为越说到后边就感觉生活也许欺负了你，但是你感觉就是特别卡通的，要报复这一切那种感觉。上回感觉像那种暗黑女王。对，我心里就是那样子。对，这一次是血色的浪漫要开始一点点要上来了哈。但是他又不报复。对啊，他没学会啊。因为报复很难，复仇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想说的就是说，善良才是最有智慧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出现过无数很有权谋的人了，很厉害的人了，但是这个世界到今天这一步，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善良，说明这个世界是因为智慧让善良到现在的，所以说智慧就是善良，所以很重要。我觉得好厉害，因为就是我感觉他有能力，就是他说一些可能。这个话题换成别人来说，会让人觉得讨厌，会让人觉得有种就是有那种卡通感特强。对，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你会觉得哇，好好玩。你会觉得这一切在他身上又合理又好玩又可怜，有一点。而且那个发音特逗，我要成为大吃，对，大吃一顿。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小金老师他刚才这一段的这个文本，从尤其是偏中部一直到后面，真的是醍醐灌顶。我们的最强的感受力，就反正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从发自内心的想要去黑化也好，学权谋也好，我要变坏，我要黑化啦！真的是发自灵魂的一股，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就是没有在跟大家开玩笑。但他去了解权谋，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最后放下的那个释然，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蛮打动人的。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做着自己手头喜欢做的事情，只要我们的心里面是坚持的那份小小的善良，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好运在眷顾我们。就是虽然对，那显然能看出来，我也是相信，是必须的，相信的力量。对，因为有一个点特别悖论，如果一个人特别有心机，别人就会知道他有心机，所以就不会对他特别善良，你明白吗？对，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说，你有心机，别人承认了之后，大家就不会那么对。真正有心机的人是不会让你发现他有心机的。哇！当你发现他有心机的，都是因为他很蠢啊！真的吗？当然了。你是在骂谁呀？不知道。赵成老师受过伤。我要黑化。来，卢宇老师。我觉得小静这一段非常难。难的地方就好，我就不用讲了，太好了。我觉得太难了，因为他讲的所有的一切是没有发生的。他讲的一个人在大脑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自己跟自己的思考，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每天会琢磨，但没有人敢去干，或者你也不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难，因为你无法去叙述。你一旦叙述，你可以有人物、有时间、地点，如何做的，为什么，就会活灵活现，什么都没发生。这是一个难。再有一个分寸。因为虽然讲到心机或者心机女这3个字，我们都会有共鸣，但是如果小静不是小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样子、另外一个语气、另外一个感觉，我们未必能够瞬间全然共情她，你可能会有点排斥，说：“哎，我不是那个样子。”是的，谢谢哇，这是善良美好的力量哎。我现在心里就是重新升起了对偶像剧的热爱。就是我特别想看一个偶像剧，就是像小静这样的笨蛋美女，然后身边有快哥那样就是历经沧桑的慈祥笨蛋，然后还有像小杜这样很有正义感、愿意为别人撑腰的。好巧的人生啊！还有，我觉得可能人到最后就是还是要接纳真实的自己，就还是要有那种偶像剧的精神，就是我就是笨蛋啊。就是我就是笨蛋才会喜欢你。哎呀，就是要有一点恶心别人的精神才行。对，苗苗你变了。小静，我跟你说我真实的心态，
你这2段好到我都不敢看，因为我们认识10年了，认识那么久，所以每次看不了别人好，那是别人。每次看到你的要收尾结束的时候，我都会那个热泪盈眶那种。对，是我学完权谋之后呢，我也特别就是变得多疑，我也不会再相信那些随便接触我的人，我只相信经过时间检验的人。张老师就是，谢谢。来，我们来看小静在她的表演之后得到的票数。200以上。小静可以200以上，对，肯定。我觉得一定200以上。我觉得190左右哎，我觉得肯定200。哇，203。哇，他这一季也好强啊！对，哇，太好了，太帅了，好厉害啊！来，小静回到自己的队友身边，再次掌声送给小静。人疯了以后就入无人之境，对吧？对。太厉害了，太帅了，站住了。特别可爱，就是只有动画片里的一个坏人说：“哇，要统治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我要黑化。我希望他后边能找到不同的角度，去用这种就是假装要当一个坏人，但是内心极其善良，然后这样做一个非常卡通的坏人，是真的好玩的。我每天早上会听那个《资治通鉴》和《恶女修炼》，有那种恶女速成攻略，学坏，锻炼匪气，要追求权力和地位，然后不要有讨好感，眼神一定要坚定自信。我觉得受益匪浅。小人研究，深度研究小人智力的角逐。其实小人是很值得学习的，你看，还有各种非常厉害的精神。你看，其实我越看越破胆，我要当个小人。当小人，真的很累。小人好复杂呀，一看就困，真的很困。好想当坏蛋，真的好想当坏蛋啊！我坏，我最坏啊！我城府深，心机重，我谎话多，我的天下第一坏，谁敢惹我？嗨，小静，正想找你呢。周深老师啊，我黑化，这哪有人直接说自己黑化的？我就是要说，我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懂权谋。好，这是给你的伴手礼。减盐不减鲜的海天薄盐。哦，你是要告诉我，一个有城府的人要学会少盐？少盐？哦，我确实是想送你海天薄盐，毕竟它不咸又很鲜，健康又美味。哦，你是要告诉我，要学会平衡？啊，小静，还给我吧，还给我吧！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既是新朋友，又是老朋友。他热爱音乐，同时也心系喜剧，还跨界。让我们欢迎白小白。白小白。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小白。来之前，导演告诉我说，我们这个脱口秀的形式都是站着说。你作为歌手跨界，能不能来点不一样的？我站着说不让我倒立唱啊，是不是这样？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干。太震撼了！我是职业歌手啊，知道为啥只唱2句吗？版权明白吗？
啊，跟他没关系，主要我挺不住了。我从小呢就有唱歌天赋，从小呢就是什么老爷半大寿啊、三姑家乔迁，我都上去唱。现场还有乐队伴奏，唱完了亲戚还给我塞2块钱。你放现在这不就音乐节吗？5、6岁我就接商演，听说现在好多演员5、6年都没接着商演，你们，哎呀，你们家亲戚都不办事儿是吗？哎，6岁我就写原创歌曲，我写的还是情歌，我给我爸看，我爸特别惊讶，儿子，你想结婚了？我说爸，你惊讶的不应该是我会写歌吗？我跟我爸说不明白，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想学音乐。我妈说特别支持我，妈给你找个好学校，不光能学音乐，还能学那个舞蹈、乐器、口才、表演，咱艺多不压身。我以为我妈给我送国外男团去呢，到那一看，2人转剧团。我说妈，我不想上剧团，我想上音乐学院。我妈说音乐学院不好。我说咋不好？贵，1年7万。我给你找的1年才1万，你能学7年？哎呀，2人转剧团是真专业，什么手绢、乐器、二胡、翻跟头、打把式，什么都教。他就是不教唱歌。我说我来学音乐，你这学2人转我不想学，以后怎么做音乐呀？这以后加入2手玫瑰吗？我就找老师去了。我说老师啊，我想学歌，我6岁就写原创歌曲了。老师说你先踏踏实实的，原创之前呢，咱先学会翻唱。我说怎么翻唱啊？老师啪就翻个跟头，然后就唱上了。翻唱。我说老师你先回来，别翻。老师说不喜欢是吗？那教你说唱好吗？我说行啊，来说一个道一个，想起哪个说哪个，哪个说好都不错。说的是，我说别说了，再说我就退学了。我说这啥呀？老师你能教我正经歌吗？老师说那教你情歌好吗？送情郎啊，一送送只在大门啊东啊。一都不压线。2人转会的多。我说再给我送走了，哎呀，在那儿坚持了2年，就逃离了这个环境。毕业之后呢，我找了一家唱片公司面试，那老板就问我，小伙子，你有什么演出经历呀？我说我演过音乐节。老板说不能啊，这片音乐节这几年都是我做的，没见过你呢。我说我干的比你早，6岁就干了。老板说你在哪儿演音乐节？我说就是那个就马家堡、王家屯、麦田村音乐节。老板说那你还会什么才艺？给我表演一个。我当时就给他表演一个翻唱、说唱和宋庆郎。老板说演得非常好，我给你推荐一个2人转剧场去演去吧。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2人转剧场。那帮2人转演员是真厉害，一个个的包袱炸，效果好，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只有我一个人只会唱歌，什么都不会，显得我格格不入，就跟现在一模一样。啊！但是2人转的观众跟脱口秀的观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脱口秀的观众一般看完不满意写个 report，我们的观众不是，看完不满意给你一电炮。我一看这个地方不能演，我得找一个专业做音乐的地方。我找了一个 music bar， 就是音乐酒吧。音乐酒吧那种气氛特别好，我一上去就是特别兴奋。歌手嘛需要互动，上去我就喊喂，双手举过头顶。下边一个观众都没举手。下边俩客人在那研究，双手举过头顶，他是警察呀。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在酒吧演出你得炫酒，炫好了还能给小费。炫酒就喝啤酒，炫进去。我一看这是我强项啊，正好第2天我就渴了，我到一个大哥跟前我就炫了7瓶啤酒。哇！我一边炫一边说祝福语，我说祝大哥8989越过越有，9898越过越发，把所有银行搬回家，发到不能再发，然后把钱拿给我花。大哥说的老开心了，祝福我收到了，这7瓶啤酒你买单啊？
啥玩意儿？我一口没喝，都让你喝了。我一听我买单，转头我就上去唱歌去了。那大哥越看我越生气，就往台上扔啤酒瓶子。他一扔我就躲，他一扔我就躲。酒吧演出特别锻炼人，演几天我唱跳都会了。对你爱不完。绝活脱口秀。我一看这地方演出不行，太危险，我找一个讲文明且高大上的地方吧。我找了一个 shopping open show， 就是商场开业，门口放个破舞台，铺2块破地毯，还有个充气小人儿，风一吹就这样。见过吗？哎，老板要求我演满40分钟。老板呢，为了招顾客，就给我买了一堆洗衣粉，就让我发福利。我一边唱歌，我一边喊：“谁要洗衣粉？谁要洗衣粉？”那是我第一次感受观众的热情，都往台上爬呀！啊！我要洗衣粉。我正感受观众热情呢，天空突然就下大雨了，所有人都进屋了。我一边唱一边喊：“啊！谁要洗衣液呀？谁要洗衣液？”因为演出时间没到，我就不能下台，所以说呢，我就一直站在台上。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头上淋着雨，下边没人看。当时我已经哽咽到发不出声音了。我回头一看，音响师把音箱都搬屋去了。我说：“你干啥？我演出呢。”他说：“那个你演你的，我这个东西泡水就废了。”所有人被狂风暴雨都卷进了屋里边，现场只有一个人陪着我，就是他。因为只有我们2个没有资格避雨。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呢，我为我曾经有一段2人转的经历感到庆幸。如果没有那一段的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白小白。我更感谢自己没有放弃做歌手的梦想。是音乐支撑我走到了今天，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任何的坎坷，我都会骄傲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白小白。谢谢。小白今天演的有点紧张吗？还行，就是有点乱，因为前面太精彩了啊。你也很精彩呀！一上来，哎，倒立的小美满，第一回听哈，从来没听过满美小啊，没什么大愿望，满美小倒着过来。因为咱们都唱歌什么那种，是不是特爽？你之前参加主咖的时候，主咖那个是纯吐槽，这个比赛竞技这感觉不一样。这个观众都资深的，这不好演。哎，那你以前演出的时候还碰见过什么好玩的事？洗浴中心演出哦，洗浴我也演过。对，客人穿个浴袍在那儿，而且那洗浴生意不好，就一个人看，然后我就在那演，必须演40分钟。他上厕所我就等他回来，我再演。你们以前演出去过那种就是说夜场的吗？因为我在出道之前，我想要去就是那个酒吧去应聘歌手，但人家不要我。但是大老师刚才有说，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演出，上个世纪哥们儿就出来了。对，以前在夜场里演出，那女生头发特别长，然后我们那儿唱歌，他那不有蜡烛，他把那个头发烧着了啊。我就说女人你在玩火，然后呢，没有，但是是真的，是不是？就以前有好多那种状况都会出现，但是那些东西都会变成今天的你。黄子演过刚才像小白说的那种复杂的场子吗？算是吧，算是演过。哎呦，您还接过这活儿？我听听。我当时反正接的那个演出是就人家婚礼嘛，当时台下的那个观众都是特别专业的那个 eater，就只吃饭，他每个人。所以其实小白的演艺经历是各位不太能比的。在脱口秀的舞台，其实除了讲脱口秀以外，大家很少会有人去展示才艺。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我个人认为有几点的话，你可以去往那个方向试一下。一个是它起到一个增强的作用。所谓增强，就是你帮助你树立这个人物的形象，或者你破节奏。
或者是奠定节奏，这是第2个我能想到的。第3个就是为笑点服务，第4个可以主打一个反差。反正总之，让自己能够在一个舒适区里面尽可能的玩起花来。因为脱口秀它就是在我看是百无禁忌的，方式也是百无禁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的一段表演，加油，小白。好，谢谢老师。我就是很羡慕能整活的脱口秀演员了。白小白老师这一篇稿子比上一篇的整体性更强了，就还是挺明显的。因为第一次不太懂，然后看完上一次比赛，我就有感悟了。是很厉害。通过白小白这次说，让我就理解到原来2人转演员他们这么辛苦，他们需要具备的能力太强了，又控场，然后又要感受观众的氛围，然后随时把那个活翻出来，我觉得太厉害。又有主持，又有互动，又有表达，又有歌舞，太厉害了。是的，对。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白小白。同时，我们也要请块儿哥、小静正在守擂的3位回到舞台。小白在笑团是拿满了票，我们看一看挑战守擂的小队的总票数，请看。你看，我每次都这么少。掌声送给白小白，因为总票数是508，所以小快、小静和小白将进入待定区。再次祝贺第3线守擂成功。第3线很难打，太难了，这么高。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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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线下开放麦排练的节奏也都挺好，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紧张，一紧张我的节奏就快嘛。后来我发现别的脱口秀演员都是等观众笑完了再说下一句，我不是，我都一般观众没笑完我再说，就是很快。所以说我学习了很多经验嘛，我比上次多1票，上次168，这次169啊，我是觉得这个票，不太理想，很沮丧。坐吧，咱们是按这个票，我这应该再低点，给我换一马扎。领导，您坐 C 位。如坐针毡。你们就是看到那个抽签抽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抽中我们那一刻，我想终于轮到我了，给他们展示一点真正的幽默。我当时想的是，对，挺高兴就上去了，对。攻擂失败的那个时候，心情是咋样的？众望所归嘛。我还没演完我就知道了。我本来以为会有一些个悬念，但是我也怕悬念让大家等得难受，我上来就把悬念给他破除了，你知道吗？太体贴了。我多体贴。体面人就是这样。对，我觉得快哥心态很好啊。这些年我在这个行业就光传授心态了，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操心过快哥，所以今天就很，以后也没有机会操心了。反正大家都很爱快哥。快哥，你是我第一个脱口秀界的老师，你们现在夸得越狠，到时候我就哭得越重。每一次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永远都是他让大家嗨起来，然后他那些阐释啊，就天然的搞笑。我觉得观众可能不太。没有了解到他那个稿子里表达的那个痛苦，越说越心酸了，眼泪要下来了。跟小静我们2个认识也得有个7、8年了吧，至少应该是脱3时候认识的，现在又是脱3了。哎呦我的娘啊！你说说，一个轮回咱都走完了，因为我们俩都编剧嘛，而且那时候也经常一块演出。小静。被罚那场演出，其实我也被罚了。哦，对，那个印象最深刻了。对，那时候我们也是按患难之交。对，他那时候还做了一个视频吐槽公司的节目。小静是我的重磅嘉宾，那时候你压力很大，同时在做怎么办？然后他脱舞，自己没上去吧，还得给别的嘉宾写稿。你在那磨那个咖啡，我去你房间。那年代还没有那种解压玩具，他在那儿跟疯了似的磨。都是我内心真实的。我的妈，这个笑点！你看这是。对，所以我们俩说要组合的时候，那些编剧朋友就说：“哎呀，对，一个商界奇才，
一个略懂权谋，是不对？反正就讽刺我俩智商不高。智障。对，但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挺聪明的呀。对呀，这个。他说我还有8种病。怎么说呢？跟3年前我去的时候，这个外套换个白的什么之类的，对，上面的好一点。再说太多祝福的话呀，显得我这个人性不太好。我最后就说3个字，走着瞧啊！这榜牛啊！我要好好体验一下。火锅不够，还有还有烧烤、米粉、早茶、小笼包、湘菜泰餐。再玩点啥吧？贝拉达，还必须得坐一次直升机。哥们儿，是大众点评必吃榜和必玩榜啊！真实评价靠得住，这榜确实牛。来，第3圈选择，来吧。有缘香。是了，是我们那个了。来压一手，我觉得是有缘。哎，我也觉得。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求了。你没选上啊？我认真选择。阿修大国手不惊云。我为什么？你不想上吗？哇！不惊云啊，我俩就猜对。阿修被抽到的公类小队是阿修、步惊云、大国手。本队第1位要出场的演员，成功的打破了次元壁的阿修。阿修，他那是挂了个工作证来。对。感谢大家，非常感谢你们。介绍一下，我是阿修。我是一个2次元。其实2次元很难定义，但是如果到了30多岁还只喜欢看动画片，那就是2次元。我呀，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是喜欢看动画片的，我也非常喜欢看，因为我的家庭环境太宽松了。每次我爸妈说要出去打工，很久不回来，我都说我天天看入迷了。有的时候我觉得菊萍姐姐就是妈妈进化的，顽皮是爸爸进化的，所以我会自动变成金龟子。但其实从初中开始我就知道我的世界跟大家不一样，聊不到一块儿去。我的同学会问我知不知道三体，我说哪尼？他说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二向箔，他会把所有人变成2次元生物。我说那不是很美好吗？他一发射，所有地球人都开始塞诺点嘛索那加达美。谢谢，谢谢。这首歌叫《恋爱循环》，我的同学们也在循环恋爱。只有我是28岁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因为在我的脑子里，爱情是注定的，就是你遇见那个人的时候，你们2个人手指会闪光，眼睛会变成星星，会有一阵风适当的吹来，花瓣落下，2个人头发都被吹起，一个人说啊，一个人说哈，这是爱情。所以我好几次我都感觉到我心动了，但是我的手真的没有闪光。我耳边也没有听到恋爱循环，我真是绝望了。有的时候我都会看着我的手说，怎么还不是？可恶！所以你知道我大学毕业那个暑假有多害怕吗？那个暑假我把所有动画都看了，我跟每一个角色说，我就要去异次元世界打工了，请把力量借给我，我会带着大家的意志前进。然后1年都没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了之后才发现，
一个真相，就是我最大的反派不是人，是社会化的人。我等级太低了，处理不了复杂问题。我第一份工作交到了一男一女2个朋友，他们是情侣。有一天，那个男的找到我说他想分手。为什么要告诉我呀？你要跟我在一起吗？后面他跟我说什么谈了7年了，很爱他，但是由于缺乏新鲜感，所以不想耽误他。我当时听不懂。那天我们2个人的对话有点像陶喆 remix， 就是他在那咚咚咚，我在那哦啊啊。因为爱情不是这样的，动画里只有一种情况是爱了很久却要分手，就是我超爱，但是我们不是同一个物种。想到这我脱口而出，我说你还是人吗？哦，他这有点可爱。他走了。第2天，我的女性朋友也过来跟我说，他也想分手，真是够了，你也想跟我在一起？能不能放我回去看动画呀？我说真的，你们2个太复杂了。后来他们结婚了。好，我不是人。你们也不想跟我在一起，你们2个锁死吧，让小五他奶奶给你们俩锁死。我没有去他们的婚礼，我去了另外一家公司。第2家公司就更吓人了。第2年，那个 HR 就跟我说，让我去劝退一个新员工，真不是人呢。但这个时候我已经会分析了，按照我的分析啊，劝退就是抛弃，就是为了利益，不要同伴。作为 HR， 他不谈，让我去谈，就是他想让我来当这个反派。所以真相只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想成为鸡贼王的男人。而唯一看透这个真相的，是一个外表看似小孩，实际30多岁的小大人。Yes。嚷，节奏太好了。所以我虽然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是我肯定是把 HR 卖了。我当着那个员工，我把邮件念了一遍，然后我说，他们想让你走。我狠狠背叛了 HR， 不仅如此，我回去还给 HR 发邮件，我说 best wishes。我太坏了，我是一个彻底的双面派，我从一个小大人变成了一个大小人，怎么会这样啊？我恍惚看见幼年期的我自己天真无邪，在那你好社会，转头对着现在的我你好社会。我好想回去，我真的很想回到那个纯粹的世界，因为动画里只有好人打坏人，现实是坏人让好人打好人，甚至让朋友打朋友，还要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请注意，这不是我们节目的名字啊，少念了一个字，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想让我攻击我们节目，没门啊。给自个儿留后路，上过班。我也进化了，真的，我早该进化了。我现在的自我认知是一个2次元带点复杂，3次元带点童真，2.5次元。我为什么感觉我早就应该进化？因为我发现我童年的朋友们也早就变了。
童年的智慧树下智慧果，现在红果果变成了短剧平台，绿泡泡变成了聊天软件。而我个人从小的最重要的陪伴者菊萍姐姐，也在前天6月1号正式退休。42年不让人退休啊！她当了42年菊萍姐姐了，我也看了她20年。作为真的很忠实的观众，我可以衷心的表达我的想法，我真的感谢她，因为她退休这一天，我也开始学着做大人了。感谢你们，谢谢。表现太好了。阿修的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阿修。阿修，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热烈的邀请倪萍姐姐和菊萍姐姐，倪萍也来啊！心机小刚，多来一个萍姐姐没什么事儿啊。我们一定约着那个菊萍姐姐、红果果、绿泡泡一块儿互动一下。还有金龟子姐姐，还有金龟子姐姐，太好了。OK， 董浩叔叔啊，对，真的对，太可爱了。深深就说说，因为深深本身看这个时候特别感触又特别深，对不对？是，卡布勒老师，请说。因为我觉得阿修他真的就他有自己的一个魅力，就他说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愿意听进去，而且你会觉得他跟你距离特别近，然后你就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会找到跟他同频的这个点。对，因为我也会喜欢看一些动漫啊什么之类，但我其实很不敢称呼自己二次元，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精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那一个二维的世界里面去找到很多的精神支撑，去面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些挑战和困难，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刚才阿秋说到那个点，我们拍的时候就说燃了吧。我们就是说，我在这。我觉得其实刚才那个阿修老师最后的那一个结尾的地方，我觉得蛮感人的。当时的那个画面感，其实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我们每天无论是被工作啊，或者被手头的事情所填满了生活之后，我们会感受不到，好像其实自己离曾经的那个童年的那个年龄真的是越来越远了。就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哇，过去了那么久，但是好像你又很庆幸，哇，原来内心以前的那个童真，还有那份可爱，它还在。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只要相信那种纯粹的正义就好了。其实阿修无论是上一个赛段讲追星，还是这个赛段讲二次元，核心都是在讲长大的故事。对，用不同的角度来讲长大的故事，所以就能够和很多人来共鸣。对，我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样次元壁其实大家一直在打破，就包括因为哪吒很爆火嘛，但很多人就在自己就撑不住的时候就会说出那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就这样的能量其实真的很强大，很强大。我也很喜欢这样一个魅力。对，所以谢谢阿修给我们这样一个角度的故事。谢谢。我一直怕我有点会听不懂，因为我们看的时候一直要动画片。所以二次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但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从一个二次元爱好者的一个角度，最终还是在谈跟我们人相关的问题。是的，我想当你所有的脱口秀的问题是跟人产生亲密连接的时候，就会打破所有的次元壁。你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给你能量的？这是我上个月专门去深圳买的数码宝贝的代表友情的进化徽章，我以为是工牌的，我们以为是工作牌。我想来要比这个朋友赛，所以我代表了这个友情的徽章。我希望我们的跟节目的友情能更进一步，我希望。哇塞！来，条条老师。我很喜欢阿修对题材的选择，就是上一次是讲自己当粉丝的经历，然后今天说自己喜欢二次元。我觉得年轻人创作就是应该彰显自己的审美品味和存在的，我觉得很棒。谢谢阿修在2个赛段用自己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成长，我们也很盼望未来能够听阿修讲更多关于自己成长的故事。但是听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轮在他的表演结束之后，他获得的票数
校团10票满票。现场观众投票结束之后，阿修获得的票数是198。掌声送给阿修。可以。不止。太厉害了！阿修，我觉得哇。他能够把我们认为有距离的东西让所有人都听得懂，大家也会觉得啊，我不理解二次元。包括像他第一次说的追星，阿修他给我们看到了这2件大家可能会有点刻板印象的事情的好的那一面，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动画文化就是它构成了我看待世界的角度、看待我自己的角度和我交朋友的尺度。我信念崩塌的时候，我才会去那个里面再重新寻找到我的信念感，还有对生活的勇气，就相当于他们2个都是我的外驱力，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舒服的状态了，我可以跳脱，可以做选择，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完全封闭自己去做某一些事情，我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状态。马上要来和首类的第3仙 PK 的第2位朋友，一向都是步步生风的步惊云。Hello， 大家好，我是步惊云，大家好。谢谢。现在经常一上台就被观众夸漂亮，还漂亮，没有硬要的意思啊，其实挺不习惯的，因为坦白讲，我整过容。就我现在这张脸基本上都动过啊！我知道说到这儿你们听不进去我说啥了，都想仔细的看看我。我跟朋友也说了，我说我整过容，他听完很诧异，说啊，不应该吧？整容脸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吗？我说朋友不是那种很会提供情绪价值的吗？其实我从小就知道我自己长得不符合审美，我以前是单眼皮、塌鼻子。我们全家都是双眼皮，所以那会儿小时候老有亲戚会问我说：“哎，你眼睛怎么这么小，还这么单呀？”我总不能说你嘴巴怎么这么大，还这么欠呀？那小孩就答不上，就只能在那受着。我小时候看电视、翻杂志，里面有很多美女哦，都是大眼睛，哇，她们那个眼睛大的呀，真是大到我了。我小时候看一部剧叫《还珠格格》。里面所有的主角都是双眼皮，那丫鬟也是双眼皮，连剧里那匹马都是双眼皮，气得我当时就瞪大了双眼，发现瞪不大，撑大了鼻孔真撑大了。上学也没人教我什么多元化的审美，老师嘴上说，同学们一定要注重内在，心灵美才是真的美。但初中体操队形比赛的时候，他就把漂亮的女孩都放第一排，我们那种不好看的都站后面。当时我就站在后排，咬牙切齿地原谅了所有人。谁让我心灵美呢？我总不能直接冲到前面拍拍那个最漂亮的同学，我说你后边去，没看出来我是心灵美吗？那么做就像是抽风了。抽风了，这个有点好笑。我那会儿经常想啊，为啥长辈、老师都是夸别的孩子漂亮？但夸我聪明，为啥站在最后一排的那些同学里就我最敏感？哎呀，这个丑人开智早，真是雪上加霜呀！整个青春期我都留着又厚又长的刘海，就是想遮住自己的眼睛，下面再用校服袖子捂住嘴。咋说呢？遮住2/3的脸，露出1/3的自卑。哎，其实连这1/3都不想露啊，但没办法，丑人也得呼吸。终于熬到了高考结束。别人第一志愿双一流，我第一志愿双眼皮。我想家人从小就说我不好看，肯定会支持我的。我回家就说了，我说那个我想去整个容。话音刚落，全家开始夸我漂亮。我姥爷甚至说，哎呀，虽然你眼睛小，但你眼珠子黑呀。我听完2眼一黑，我最后还是自己攒钱去割的双眼皮。但成年之后啊，大家就很体面了，不会直接说谁丑，只会默默的区别对待。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竞聘过一个岗位啊，笔试过了2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人群中一眼就看到的美女，我偏要争。现在回想，真是自不量力，只有力量。输了我都不服气，气冲冲的跑领导那儿质问，我说凭什么？我笔试成绩比他好哎。领导说啊，因为他形象好。我说形象好咋了？还形象好？行吧。出门就后悔干嘛呀？这下形象没人好，脾气还比人差。从小到大这种事我经历太多了，我想整容，但我知道整容是有风险的。哎呦，但比起几10年的自卑内耗，我想手术这点疼算啥呀？哎，但是整容真的是个无底洞。我当时割完眼睛是大了，大到一眼就看到鼻子不行。我想做鼻子，我承认当时是一种赌徒的心态了啊，因为我做完双眼皮就有人夸我好看，尝到甜头了。我想既然已经美了，要不再美一把，再美最后一把，要不直接梭哈吧。哎，万一真能实现美貌自由，那就金盆洗脸，这种地方再也不来了。当时躺在手术台上，那个灯啪的亮起来，很刺眼，挺紧张的。我心想跟医生开个玩笑，破一下这个气氛。我说医生，哎，一会儿做完我会比这个灯还亮眼吧？医生没说话，直接把我全麻了。做完鼻子我还幻想就像电影里演的那种，让我坐在镜子前，纱布一层一层的拆开。医生看到我手里剪刀啪就掉地上了，对着我的脸呀 beautiful。 结果是我拆开纱布，他说呀，叫主任过来。我下觉得不对劲，我说啥意思？他说你先别着急，我就知道我得急了。我赶紧起来看镜子，我说怎么肿成这样啊？感染了。我当时后悔的要死，我心想为什么要赌这一把？我心想我收手了，我不玩了，把我的心灵美还给我。医生看我那样，赶紧就安慰我说：“哎，你放心啊，我保证修复，能修复到你之前没整的样子。”啊！我说啊，我整容图的是个过程啊。哎，我是整了之后才知道，整容真的是很需要运气的，要倒霉了真的会要命。俗话说，美死不如丑活着。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挨了2刀才明白的道理啊！原来鼻子最主要的作用是呼吸。我现在说实话，比起动刀子，我更想动脑子了，因为发现手术刀再快也没有审美的风变得快。我做完双眼皮之后，现在说单眼皮的高级了。我前2天去一个拍摄的工作，那个化妆师在帮我吹头发的时候说，现在就流行头包脸，而不是脸包头。我上次听到这种逻辑问题，还是问为啥叫肉夹馍，不是馍夹肉？什么是头包脸？头发会把显得脸小。但我现在真实的情况是已经顾不上脸了，我现在焦虑的顺序是事业、健康、家庭，美貌已经在很后边了。直到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聚餐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我们在一起说老板的时候，说过他装，骂过他抠，但没人说过他丑。哎，好像当一个人有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意他的脸了，是吧？我们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些很有名的女企业家，我提醒一下关键词哈：空调、辣椒酱。第一反应是不是他们好厉害，而不是他们好漂亮？是啊。谁记得他们是不是双眼皮啊？没人留意他们眼睛，都忙着看他们眼色呢。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女人要成功到这个份上才能摆脱外貌偏见的话，那也太艰难了。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下人生的价值排序了？你把颜值放第一位，那就永远容貌焦虑；把事业放第一位，那就得努力赚钱；把快乐放第一位，那你活明白了啊。当然，我也不想说什么女孩子不要容貌焦虑，咱都自信起来这种废话，因为外貌偏见它还是在呀，那就等着吧。我想等一天，童话故事里小女孩站在那个魔镜面前，不用再说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而是说魔镜魔镜，打开窗帘，
我要晒太阳了。谢谢你们，我是步惊云，谢谢大家。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步惊云。谢谢大家。布老师这么自信的一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我印象中，步惊云是一个非常那种自信又生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哦，也会这样哈？那我就对我自个儿那个安慰到太多了，是不是？我以前小时候那个穿衣服就是瞎穿那种，人都说我穿衣服没重点，然后我就说爱漂亮没有重点，对不对？但是您现在是因为这个主题感觉就是说特别有力量，还是说您还会这么想吗？可能从小跟这个经历也有关吧，就是很自卑啊，20多岁就光想着整脸，但现在就没有那个时间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能想起来都不是经历，是我们对经历的解释。同样经历这些事儿，然后如果我们解释的觉得这一段是我为了我现在更加的自信而必须要经历的，那我就不会对那段经历以前那么的在乎。我觉得现在你对你自个儿的解释，在我看来是非常自信且蓬勃的。我觉得希望你能一直这样的生活下去，特别棒。谢谢大老师，谢谢您。关于美不美这个事儿，我特别赞同。我听到了一句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结构。因为当整个世界对于美的标准如此单一的时候，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他不去居于这个压力而做出一些可能不想做的决定。对，压力很大的。还有，我觉得成年人美不美，想怎么样去美，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个选择，我都会尊重。讲到步惊云，你非常漂亮，可能手术有一部分作用，但大部分的原因真的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舞台上，你真的是光芒四射。哇，谢谢。很多时候人们会说成功是最大的医美，最好的医美，但我特别认同，你得允许一个不成功的、长得也没有那么符合大众审美的人，他不用因为自己外貌而觉得焦虑。对。有一点我特别相信，你跟人生很多事儿相比，外貌是特别不值得排在前几位的一个事儿。布姐在创作这一篇的时候，其实心路历程还挺复杂的。布姐有跟我说，就是也是因为一直能感受到外界的压力，才想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她又怕自己已经是一个出名的脱口秀演员，如果她在台上说这件事儿，如果造成年轻人又去做了，要怎么办？但如果她说你不应该去做，又觉得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自己已经做过了，所以这个立场就是很难把握。所以布姐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就是来来回回改了很多遍，很不容易。谢谢鸟。我就最后一句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对话，就会感觉就是有的时候那些压力真的你很难去完全不看到它，因为那些东西它就明晃晃的摆在那里。但是通过聊完之后，感觉在脱口秀这个舞台去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疼痛，别人可能会觉得矫情，但在这里被认同这种疼痛，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所以非常非常喜欢步惊云老师，谢谢。谢谢周姐。我们来看一下步惊云在自己的表演和大家投票结束之后，他得到的票数是。谢谢大家。哇，可以的。哇。没接住你啊，加油！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热爱表演的呀，我从小就有个演员梦。我爸说你长这样，你到那儿就淘汰了。我爸当时特别认真，他不是故意伤害我，他说孩子啊，你做梦呢，就那种表情。演员长什么样，你打开电视看看。我绝对不可能对我女儿说出那样的话。哎呦，我女儿跟我整容前一模一样长得，但是我现在每天就是发自内心的夸她。她洗完澡在那照镜子，我说哇，宝贝，你真的好可爱，你怎么长这么漂亮又好可爱？给她夸懵了，她说啊，有这么好看吗？她对着镜子也迷茫了，你知道吧？所以我最后的底为什么要用魔镜梳？我是想说，以后的小女孩站在魔镜面前，她已经不需要再审视自己的美貌了，就打开窗帘，我要看太阳，我要让阳光洒进来，我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吧。音乐讲究每一个音符的和谐，健康美味更要精准的咸鲜平衡。海天博言，
每100毫升盐分低至7克，开启精准控盐新时代。海天博盐，减盐不减鲜，每顿都是好吃的健康餐。颜值7克，鲜满10分。海天7克超薄盐，更多海天薄盐系列产品，我的减盐选择。这个小组最后要推出来的是一位大家熟悉的民间哲学家大国手。大家好，我是大国手。好，谢谢。之前我一直都很穷，但很快乐。我有一个庇护所，我之前经常待在一个文化空间，那里会举办读书会、观影会、音乐会。第一次去，我觉得好高级呀，里面全是独立写作人、独立电影人、独立音乐人。后来才知道，独立就是没工作。30个人凑不出5险1金，顶多只能凑够1险。你看到我们就会，我天，好危险！没有5险1金，但有300个借口。写作人天天跟我聊他写的书，我问豆瓣为啥搜不到，他说艺术家从不出版。等会儿我发 Word 给你。认识了他们，我才知道音乐人为什么喜欢留长发，因为真的剪不起。根据头发长度，你就可以判断他穷多久了。到肩膀应该是穷1年了，到腰应该是准备卖了。以前觉得忧郁是一种气质，后来发现忧郁是一种气味。这个我懂。长发男真的很难靠近，因为一靠近就有那味儿了。所有人都很穷，你甚至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借我50行不行？分3次还你。这么有实力，3次就能还清。听完我就爱上了这里，这里有一种无条件的包容，因为没一个人有条件。有次我看到一个人是骑共享单车来的，我就劝他：你都这个条件了，你就走2步吧。他说不是，上个人没锁。那你手里的奶茶，上个人没拿。我说给我喝一口，他就骑车走了。因为学哲学，我在这个空间很受尊重，他们觉得我很聪明，经常跟我聊哲学。有次吃完饭，大家就坐在那儿，开始问我，什么是自由意志？人生有没有意义？宇宙的起源是什么？聊得非常深奥，非常抽象。但有个问题没人敢触及，没人敢问，在哪儿买单？这个问题太具体了，而且真的有答案。之前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穷还那么快乐，细心的观众应该听出来了，穷且快乐的要点就是你得一群人穷，一个人穷根本笑不出来。一个人穷还在那儿高兴，应该是穷疯了。我一直觉得我们这群人最大的特点是穷，后来发现我们这群人最大的特点是会把失败说得很浪漫。我有个朋友叫菲菲，骑自行车骑了1000多公里去跟女孩表白，到了之后我们就问他在一起了吗？他说在一起了，他跟别人在一起了，跟高中同学，他前一天坐飞机来的。其实菲菲开始也不叫菲菲，我们就是觉得人缺什么就应该补什么，就给他改名了。菲菲还自我欺骗说结果不重要，这个过程我也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了这片土地。我不想拆穿他，就说对啊，你爱的根本不是那个女孩，就是这片土地。我们都觉得菲菲运气不好，后来她去支教又跟女孩表白，女孩前一天也跟高中同学在一起了。很神奇，菲菲一表白就会刷新一个高中同学。后来她学聪明了，找没上过高中的，别人还是拒绝了她，
他就很难过，问我是不是因为我太穷了。我嘴巴上说当然不是，你很优秀。我心想赶紧洗洗头吧，不然穷只会是你最小的缺点。现在5年过去了，这个空间也倒闭了。回看过去，我经常觉得很恍惚，我分不清当时到底是在追求梦想还是逃避现实。有时候甚至觉得就是不上班闲的。第一次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觉得我好老登啊，我有什么资格评价过去？我现在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后来我认真想了想，我认为当时不是逃避现实，是灵活的面对现实。当时我们年轻迷茫，不知道人生想要什么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自己愿意承担的代价。每种生活都有代价，有人选择工作忍受无聊，有人选择自由忍受贫穷，有人选择工作忍受无聊和贫穷。人生就是祸不单行。但无论怎么选择，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认真生活。我现在挣到钱了，就经常找机会宴请年轻的艺术家。今天现场来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叫折耳根喜剧，这就是我的俱乐部。我是听说节目组可以给俱乐部的主理人包差旅来上海，为了宴请朋友，连夜成立了一个俱乐部。路子确实有点野了，但我觉得也还好吧。我也只是看到一辆共享单车，没有锁。最后，我想跟迷茫的人说，不要怕，因为没有方向，就代表哪里都可以去。谢谢大家，我是大高手。投票倒计时。哎，折耳根喜剧的朋友在吗？折耳根啊，就是因为节目组包差旅来的。是。哇塞，靠着梦想活着，还是也挣钱呀？靠找他要钱活着。他就是梦想本梦啊！你觉得靠找大国手要钱能要出多少钱呀？每个月都可以找他刷新一次。啊。到现在我已经给了他2000块了。4年呀。还有另外的朋友也会给我们钱。你们俱乐部营业吗？怎么一直在化缘？营业的，就乞讨。就是上次他来完之后，其他俱乐部的老板说给他送2张桌子。当我们听完了这个俱乐部的存在现状之后，不由得觉得这小块不错呀，活的。所以所有的俱乐部的主理人们，大家都要在我们周围的其他俱乐部的身上多看多学，看看别人就知道自己活得还可以。再次掌声送给大国手和折耳根俱乐部。我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资格去点评这种生活。因为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生活特别巨大的历练，没有经历过特别困窘的时期，好像很难有资格去点评这种生活。但特别感动我的就是他的表达当中都有特别深的淡淡的哲学的思考在。其中最让我动容的一句话就是灵活的面对生活，给我触动特别大。人可能就是这样，就是你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随行就市，高有高的走法，低有低的走法。确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国手他的哲学思考带给我最深的感受。谢谢大国手。而且大国手其实他讲的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燃的，这在我心目中就是我的2次元。因为我之前确实认识一大堆那些玩摇滚的、画画的、摄影的，就特别味儿那帮，就是对，然后而且特别神就是在于，因为这帮人特别喜欢那种病态的天才。但是他们最终学会的只是病态，没有学会天才。对，就是很遗憾的点就在这儿，因为大家都以为病态天才是因为他因为病态很容易嘛。对，关键这天才你没有啊，你就学了个病态啊。但是他能无怨无悔的病态这件事非常值得肯定。其实我听大国手好几回脱口秀，都让我燃起来那种感觉。对，我也是非常的共情，尤其是那一句就是迷茫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哪都可以去，哪都可以去试。我在18岁自己想要来到大城市，我也试过，就是去
卖手机，然后发传单，然后包括那种就是有的那个品牌他会开那个馆，然后他会请那种一天可能100块钱或80块钱，你在那帮他站着看，不要乱掉，帮他摆回去那种东西。那一下我其实是非常迷茫的，但是那一下我就觉得这句话感觉是说给当时18岁的我听的一样，就是你迷茫，那就证明你可以去多试试，你试完之后，也许你就可以找到适合的那个，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鼓舞我，以及那下让我觉得哦，有人在支持你。虽然隔了那么多年，我才听到支持我的那一句“加油”和“你是对的”这句话，所以非常感谢大国手。一般都有2种故事嘛，一种是苦尽甘来的故事，但苦尽甘来其实也会给读者一点负担的，就觉得哎呀，那要怎么努力才可以甘来呢？但是苦中作乐又是另一种更治愈的故事，所以大国手一直在讲这种故事，所以非常棒。谢谢。大国手手里面没有一盏灯，但是我要很认真的告诉你，上次你的魔旅讲的是自由，这次你的文化空间讲的是生存。如果我有灯，我一定会给。谢谢大国手。我们来看一下，请3位回到台上，我们也请手累的3位来到台上。你别看，我来看，看不看都要看，我念给你听。行，没事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大国手表演结束之后，他得到的票数以及他们这支小队得到的票数，请看。别看，162。这支小队得到的总票数是554票。我们再次祝贺第3仙手累成功。恭喜，太厉害了，手累成功。因为我理解他，确实听到他播客之后，他平时就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的一个人。但是比赛毕竟是一个很短时间创作的东西，你如果临时创作，他就会觉得很赶，对吧？对，开他玩笑，就是天天在那熬夜补裤裆的那种感觉。我说你早早补裤裆呀，你非得裤裆那么大了，所有人都觉得难看了，你才开始补，天天补，补的我都心酸，我都想给他戴个那个老花镜让他补。来吧，第3仙的3位朋友，你们已经面对过3个小队了，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是第4个小队，请在有缘箱里面抽出你们下一组要面对的朋友。小四爷吧，该来了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了，我要把我的被子打开，要开始亮相了。可能是。杨鑫、大刀、四爷、小四爷。大刀老师又来了，凶活，好了，加油，加油，哥哥！要上场的攻类小队是小前锋小四爷、神奇主妇杨鑫、自成一派王大刀。3位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我们争取过来的。欣姐说：“你喜欢谁，我们就去抢谁。我们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单，小四爷就位列其中。”熊本代表小四爷，我们要站起来欢迎吗？过来，你过来。这里面最喜欢小四爷的幽默，是真的，我帮他证明，来嘛。我们昨天是压着演的，他压不压我们知道，我心里想，我可拼尽了全力啊。他当时其实内心是非常纠结的，他和大国手也可能想有机缘巧合再重新组队，但是我们一直在给他洗脑，放弃吧，对吧，欣姐？完全正确。用了20分钟把他老婆洗通了。那我加入他们吧。来。你们组队后有愉快的玩耍吗？根本没有。永远记得那一天晚上，他说：“你需要改稿吗？”我说：“我需要。”他说：“好，等我回来。”
我等到凌晨2点，他说他走不开了，7结束了，可是大狗又突然来了。我心里面想，大狗就是比我重要。后来到了凌晨3点，他又说你还在吗？要不我明天回来帮你赶。可是明天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啊，我是一个有工作的女人，我有通告啊。不是啊，那确实是，确实是这样，因为那天没有你这篇问题很小呀，你但凡有空帮我多调调表演，多帮我加2梗。没教你吗？那模特行走，你不听呀？来，先垫脚尖，左脚垫脚尖，左脚垫脚尖，然后走，哇塞，然后右腿这样。欣姐，你说句话。我每次看到他们2个对话的时候，都是第2天早上了。对，欣姐睡得特别早。她每次在群里面凌晨1、2点你们帮我看看这段有什么问题。欣姐反正早就睡死了。对，我们是实力和潜力都非常强劲，前途一片光明的3人小组。你同意吗？我同意啊。那我也同意，帷幕才刚刚拉开，等着瞧吧。第1位上场的老朋友了，大家都在关心，不知道他现在一天吃几顿饭呢？掌声欢迎小四爷。谢谢，感谢各位，感谢。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身材管理，哦个什么呀？哦什么呀？就感觉不是很可信啊。就是前段时间下了节目之后，总是跟演员一起聚餐吃饭，短短3个月我就胖了20多斤，这就是穷人炸温饱的后果。最烦的是当时身上还不咋胖，都胖在脸上了。别人是梨形身材、苹果型身材，我是锤子身材。当时你要是看我的脸，就感觉我把吃的东西都含在嘴里，也不往下咽。拍 vlog， 粉丝说话可伤人了。我当时正在做饭，有人说我像围裙妈妈，还有粉丝说再胖就取关了。哎，你敢信吗？我有颜粉。恶评有点太多了，而且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上节目胖太难看了，我必须得开始减肥了。我开始吃减脂餐，这很难受啊。这对我来说有点太残忍了，因为我刚开始吃上好吃的。我第一次点减脂餐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忘炒了。为了瘦得快，我天天吃，但真是一点味儿都没有。天天吃我真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有味儿就行。有一次馊了，我吃的可香了。而且分量太少了，根本吃不饱。有一次分量少了，我直接给了个差评。我说减脂餐分量太少，根本吃不饱，越吃越瘦。结果商家把我的差评置顶了。太贵，我就尝试自己做。可是减脂餐里面东西品类很多，分量又很少，买多了容易坏。这么少的食材买菜都很麻烦，老板都嫌弃我啊。他问我你要几根玉米啊？我说那个3行。老板白了我一眼说：“你知道做减脂餐不仅要减量，还要减盐吗？还好我有海天博盐生抽，盐分下降，但鲜度爆表。你带1瓶走吧。”啊，我说好。那玉米我要1行就行，海天博盐生抽拿2瓶。吃不饱已经很惨了，为了瘦得快，我还得运动。我还买了健身房的私教课。
我没有脱离群众啊。其实是赶鸭子上架，不得不买了。我本来是想买一节体验课，然后学几招自己练，结果在店里被学员认出来了。教练看到学员跟我合影，他就以为我是那种有钱买课的大明星，拉着我买课。首先，我不是大明星；其次，就算我是明星，但我的人设是穷啊。我就想拒绝啊，结果教练说：“你是明星，你肯定不差钱。”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夹起来了。我有点好面子，所以这课我就不得不买了。但是我抠，我必须得跟他砍价。我砍价砍得有多狠？可以说，把明星带给我的面子全都丢光了。买完课，我是以素人的身份出去的。我开始健身，健身真的太苦了。教练安排的强度对我来说太大了。有一次健身完，我直接去卫生间吐了，很后悔啊！早知道吃的东西都能吐出来，我就吃火锅了。不仅累还疼，尤其是练完腿，第二天我动不了了，点减脂餐根本没法拿。也就是那天，他馊了。朋友们，我说累那是真累啊，因为我吃过苦。我是农村人，从小帮我爸干了不少农活，但我依然感觉健身很累，跟种地一样累。甚至有时候健着健着，我感觉自己就是在种地。因为教练还教了我一个健身动作，叫农夫行走。我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有点敏感。我真想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那你教别的学员是不是白领行走？他说这个动作就是模仿农民在田间地头拎水拎重物的动作。我花这么多钱啊，就是为了看你在这模仿我爸。他还给我示范，两边各拿一个哑铃往前走，我一看就不标准。他没把裤脚挽起来。很讽刺啊！小时候我爸妈总是跟我说，他说你长大了千万不要干体力活赚钱，只能说他们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我现在干体力活花钱。我越想越觉得健身没必要，也就是我在城里没有地，不然我根本不会去健身，直接去种地。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种地练不出好身材，你不研究怎么知道呢？用锄头的时候收紧核心，抻肩，一组5亩地。一组5亩地。每天来5组，不仅能健身，等到秋天还能同时收获小麦和小麦色皮肤。而且健身健完你就拉倒了，但是种地你不白种，你再种点生菜、番茄，减脂餐都有了。这样健身的钱你省了，减脂餐你也可以自己种，你种个地直接把一条减肥产业链全打通了。商家1分钱赚不着，这就叫用小农经济打败资本主义。不过有一天健身完躺在床上，我突然感觉现在的自己很陌生。我感觉现在在做的事都是在背刺以前的自己。以前我就想多吃饭，现在能多吃了，我却在减肥。我还办健身卡。去年我刚在节目上吐槽给我推销健身卡的小哥，怪不得我脸那么胖呢，都是被自己打肿的。感觉这些经历就像是我做的一场梦。去年我还吐槽给我推销健身的，今年我主动开始健身，果然人生如梦，梦都是反的。
哎，既然梦都是反的，那我下一个段子主题已经定了，我要好好吐槽一下上海的别墅有多难买。讲到这，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来，投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小四爷。太惊讶了，回来了啊！人间9大奇迹，小四爷花钱了，你人设崩塌。当你说你办了私人教练卡，我们都惊了。对呀，都多少钱啊？当时说出来，你的什么感觉啊？其实我最开始不知道价格，啊，他最开始跟我说你是明星，你肯定不差钱，我就那个不好意思拒绝了。然后我是看完价格我才决定跟他讲价的。你讲价这点没说，能说什么？他以为我很火，然后我想跟他讲价，我说我今年刚上节目，但是在教练听来，就是我刚上节目的意思，可能就是我就想要这种当红小生啊，我可能就小四爷就是天才，在我心目中，我就感觉小四爷总能眼睛看到那些非常神奇的地方，对吧？就是你说那个天赋跟天才这个区别就在于，好像那天赋就大家一块瞄准一个都能看见的这个靶子。你能比别人先打到，但是小四爷能看见的是别人根本看不见，也不知道那还有一靶子，他居然往那儿打。对，而且小四爷这一点太厉害了，很厉害。他随便任何一件事情，他都可以挖得非常深，然后把底都挖出来。所以是你的所有的素材都是源源不断吗？你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立马可以变成你的素材吗？素材是有很多，但是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写好，因为每个素材其实它的潜力也是有限的嘛。对，有些素材可能你挖的再深，也只能像一个勺子那么深啊。是木勺吗？对。还是那个看舌头那勺子，压舌板。对，但是有一些潜力比较大，然后他可能就能挖到井底那么深。还有一些潜力更大的就是周深啊，潜力更大的是周深。果然是这一年变化太大了，我学坏了，我跟你说，学坏一出的，你背叛了队伍，变化太大了。上一场第一次跟你见面聊天，我感觉你要冲过来打我。这一场你变脸变得太快，你人设崩塌了，小四爷。对，你甭管说他周深吧，他城府现在很深啊，真的是救命。我其实刚才跟那个鲁豫老师在笑，他一组5亩地。那个地方就真的画面感很强，就是他在外面对3盆玉米，3行玉米，就是他的形容词总会是出乎你的意料，但是当你捕捉到他的信息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奇妙。他在整个描写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剖析了那些我们平时很多时候可能会想到，但是绝对不会再往下去了解，比如说健身的底层代码。小四爷的文本特别好，像一个回旋镖，就他不仅是扎一次。他扎完之后，他一定会再回来，所以他每讲一个细节，你可以100%的肯定还会再用到。所以玉米呀，什么种5亩地呀，包括他讲整个减脂餐的过程，然后最后你就知道他最后不仅讲减脂餐，不仅讲减肥，他一定得有一个点。最后那句话我刚才还记下来了，就是用小农经济打败资本主义。我觉得那个就是特别精妙的一笔，因为过去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有时候会刷他小红书。你能眼见这个人的脸的确是日渐圆润啊！面包超人，哇，好吧啊！面包超人，越来越可爱了。小四爷很懂得怎么从自己的喜剧人格出发来创作，因为减脂餐和减肥是一个非常多人谈过的话题，但他还是有新的视角，所以很厉害。谢谢。我还特别佩服小四爷一点，就他每次就说完一个梗之后，他特别有那个信心和那个安全感去停顿，让观众去反应，等着大家。但这个好厉害，就是比如唱歌，我是一个觉得前奏长了我都觉得尴尬的人，就前奏长我觉得前奏长你握手去呀，大家好，哎，大家好。所以我就特别佩服小四爷他的这个沉稳的那个安全感，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谢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小四爷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笑笑团给的是满票。现场观众投票之后，小四爷得到的总票数是
9，也是不错的成绩。掌声送给小四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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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段子里面他经常会讲一些自己穷门抠门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他在生活中，起码在改稿这件事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吝啬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呀，就好到我有点没见过这么好的人，你知道吧？这里到这里很硬啊。对啊，我现在就觉得太硬了。对，这个前提完全歪掉了。你的前提你也没凸出来。四爷，我觉得我现场讲应该会挺凉的。不会啊，因为你第一句就破了呀。因为我俩本身关系就很好，虽然鲜为人知啊。我俩甚至还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聊到了5点。他生活中也特别的可爱，有时候我夸他，我不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这种东亚小孩是这样的，收到一些夸赞他就羞愧，太厉害了，笑死我了，我喜欢这个。因为我的能力也没有说很厉害，就是希望能提供一些帮助。要是提供不了，有时候感觉也挺无能为力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帮帮我，我这些素材都得新写，我这些。掌声欢迎神奇主妇杨欣。大家好，我是杨欣，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跟老公认识2个半月就结婚了。婆婆为这个事情也不太高兴。我最开始还想这会不会关系不好相处，但后来我婆婆过来照顾我月子，我是总结出来了，婆媳关系它没有市面上说的这么复杂，你只要相互不说真话，相处就会很融洽。但前提是不能有我这样的老公，因为他说话特别的直。我跟他是先领完证，然后回家见的家长。第一次见到我婆婆，他就说他头疼。我问我老公，你妈妈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呀？他说没有，他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你。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我说不对哟，阿姨有说他具体的是头疼，我们要不要去跟他买点药？他说真不用，他是看见你就头疼。我当时想给他把嘴巴缝起来。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我老公突然间对他妈妈说，妈妈，我能不能给您提个意见，您以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可不可以稍微委婉一点？就一个儿子跟母亲说话过于客气的语气，我只在电视里听到过，但人家的称呼是母后。可我婆婆却突然间炸了，她说我说别人什么了？我说别人什么了啊？我老公说算了妈妈，只当我没说。我婆婆说不行，你说呀你说呀。我当时心里也在想，你说呀，我也想听。她说算了妈妈，当着别人的面我不好说的。我婆婆反应也快，她说我说杨欣什么了？我说杨欣什么了？她说您今天早上给杨欣端早餐的时候说吃吧，吃了以后好骂死我。婆婆说天哪，这也叫说别人坏话呀？她说妈妈，最开始您不承认，给您点穿了之后，您又说这不叫坏话，这就没法扯了。我当时心里想，好尴尬。如果我的孩子这样跟我说，我是没办法应对了。但是我的婆婆，她给我展示了一条新的思路，她直接把桌子一拍，简直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我心里在想，你们刚刚就这个话题吵得好好的，你把我扯进来干什么？我老公也不甘示弱，直接把碗往地上一摔，受不了了。婆婆说天哪，你居然给老子吃脑子。他说我没有称，他称了的。他肯定是情绪激动搞忘了，我在旁边听得非常清楚。然后他就开始痛哭，我婆婆这下就慌了，她说儿子你别哭，你才做完近视眼手术，你这样哭你眼睛会瞎的。我老公不理他，他说你别哭。他这样一吼，把我孩子给吼醒来了。他说妈妈给你跪下好不好？我老公看见了之后说妈妈
我求求你们不要闹了，行不行？我给您跪下。他们就开始对跪。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我当时人都要吓晕了，但是我不敢晕啊，因为他们3个人虽然各哭各的，但都哭得非常的投入。我要是一晕了就没人管小孩了。他说你别哭了，妈妈去死好不好？他那个语气我模仿不来，但是里面带着一丝威胁，我的死是你哭造成的。他就去砸墙，他砸了2到3下，我数着的。我分析那个力度应该也不是很疼，但是他补了一句哎呀之后，就顺着那个床躺地上去了。我老公突然间从地上弹起来说，老婆打120。婆婆也从地上弹起来了，别打，打了我骂死他们。第2天一早，婆婆像往常一样推门而入，把我和我老公吓得从床上弹坐起来。她说，我想通了，我在这里影响了你们2个人的关系，我决定回老家。我当时心里那个雀跃呀。他说让他爸爸来照顾他，我天有他了。我连忙在被子里掐我老公大腿，我老公说不用，他自己能照顾好自己。我当时心里想 beautiful answer。 婆婆回去之后，我把孩子绑在腰间拖地都非常的开心，但是没开心到几天，他们又打电话过来闹，主题仍然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有一天我老公实在受不了了，他说爸爸妈妈，明天我就去跟他离婚，孩子归他，以后不要打扰他们母子俩。我觉得我老公好霸气。挂了电话之后，我说算了算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到底能不能照顾好这个孩子？如果能，孩子就给你，因为像你这种家庭以后不会有女人愿意跟你生孩子的。我走，他说你要走，带我一起走。我说你说的这么浪漫干什么？谁带这么大个拖油瓶？他说这样，从今往后我父母给你打电话，你就不要再接了。我有种被保护的感觉。我说那你呢？他说我也不接。我们一直坚持到过年才回去。回去之后，这个事情在我心里都有阴影了。我害怕到他妈妈给我盛的饭我都不敢吃，我偷偷的跟我老公换掉。我想你把你儿子吃坏，你总要把解药拿出来吧。晚上睡觉我也不敢，我说我好害怕。他说不会的，他们只是窝里横。我说现在不就在你窝里吗？他说你放心，他们不敢对外人怎样。我说啊，我还是外人呐。第2天就得回我们家了，他妈妈又开始不高兴，又哭了，还是说他娶了媳妇忘了娘。我心里想，这么多亲戚怎么收场啊？我没想到我老公这么老实的性格，他当着一屋子亲戚人的面对他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你们说这样的话。从小你们就喜欢搞我，虽然我知道你们是错的，但是我都忍了，因为我是你们的儿子。结婚之后你们还是搞我，我也忍了，因为我是你们的儿子。但是现在你们要搞他就不行，因为他是我老婆。我把这个稿子写出来之后，我说我有点担心，以后你爸爸妈妈听到会不会怪我呀？他说你自己看看，这从头到尾有没有哪一个字是在胡编乱造？我当时心里想，好大一个不孝子。But I like。 谢谢大家，我是杨希。投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杨欣，谢谢。我的确最后犹豫了一下，我说说我为什么拍灯，还有为什么犹豫。犹豫的原因是，那种感觉很奇妙，特别像你误入到一个人家，碰到这家人在吵架，我走又走不开，躲又躲不了，就很尴尬的目睹全程，因为它很真实。其实杨欣在整场他的文本和表演难度是很高的，全程是用对话，而且是3个人对话来推进。他中间很多时候像是一个旁观者、第三者在解说的一个身份，像串场一样的，所以是有难度的。那口气最后没有释放出来，但最后我为什么要拍？因为第一它有难度，第二我认为它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托斯托耶夫斯基说的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是需要幽默、讽刺和嘲讽，
因为我们需要把真理的这个苦药丸让它变得甜蜜一点。此处真理可以变成生活的真相。我特别愿意鼓励这样的尝试，因为这是杨欣的生活。你不能够允许一个人只能够讲最完美的、最所谓先进的、最符合我们当下那种爽文的故事在这儿被讲述。我觉得杨欣很勇敢，他做这个尝试，而且很有难度。你的内容很有画面感。对，小刚老师看着特别投入。对，好喜欢。因为就是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琐碎嘛。对，就是有家庭的人，包括我们。就是我们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大家也都会日常生活当中都会议论，什么样的家庭都有，相处方式都有，所以欣欣这段特别有画面感，自己讲完之后感觉怎么样？我其实早就把这些东西消化了，那应该是我没有传递清楚，家里不像这么凄惨的。我当时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都在笑，我的闺蜜听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差点把锅都烧穿了。我就想把这个快乐带到现场来，但一定是我自己讲变形了。我也认同鲁豫老师刚才说的，就杨欣姐这个身份一上来说自己家庭主妇，其实是比较难于创作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有一种更向往的生活形态，所以当你诉说自己的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会让别人想，那如果是你自己选择的，为什么又要跟我们抱怨呢？但我想每一种就是演员只要呈现自己的生活，这个声音就是应该被允许存在的，不然我们和欺负他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也看过一个电影吧，它是我的喜剧女神缇娜费主演的，它讲的是一个女战地记者的真实经历。然后他们就发现当地的村民取水是很困难的，就只能由当地打扮非常保守的女性，到好几公里以外的井里去打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回来。他们就为了帮助这些女性，所以在村子里面就打了一口井，然后很快这口井就被炸毁了。而且他们发现是由这些女性自己炸毁的，他们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后来这个女战地记者采访就发现，当地女性在统治下是没有自由社交的权利的，所以去几公里外打水是他们社交的唯一机会。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不理解别人的选择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们的生活里还有更大的苦衷，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谢谢，谢谢袅袅。也谢谢杨欣给我们带来的这段生活经历的分享。来，我们来看一下杨欣的表演结束之后，她得到的票数情况。掌声送给杨欣，请回到自己的队伍，稍事休息。这本身就是我正在经历的生活。其实我相信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他们也在经历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去表达，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面临的生活，它不可能像你看到的爽剧啊，或者是一些新闻里面的人物一样。我们目前遇到的大多数的困境，它没有这么糟糕，但是也确实不怎么美好。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希望我们普通的生活能够被看见。对，他在那里没有抱怨，他就是在平铺直叙的给你展现他眼中的这样的荒谬，但是他不说这是荒谬的，他给你演出来，让你自己品。我一定会坚持写我家庭主妇视角下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的创作方向也不会离开这个主题。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本场的比赛情况。每个喜欢脱口秀的朋友都是最好的朋友，一场仅朋友可见的脱口秀线下聚会正在为您准备。打开效果小程序，认证你的脱友身份，就可以参与脱友限定活动演出。更多脱口秀的老朋友正在线下演出，关注效果工厂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得演出资讯。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感谢你们对所有脱口秀演员的支持。关注我们的下半场比赛，感谢各位，下周见。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
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超30倍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第二赛段我们叫双擂之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我应该生在石器时代。 WHY？ 如果穿越回去，你可能是曹植呢。不仅在老家活到了120岁，你是怎么做到的？好像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的技能是那个领域展开，最后我们都能到达我们想去的那个远方。请懂，掌声。啊，先看看这照片，想让大家认不认识？他们说我等比例长大了，哎，这咋不都不挡上点呢？这啊，还有一个更狠的，你看这个。这是谁？猜猜这是谁？猜猜这是谁？赶紧这块多表现一下子吧。我再涮一下锅。瑞瑞，你到处撩人，怎么有意见呢？哎，长得那么老实，没有单间，没有单间，咱俩拆开吧。都知道上树了。这里面内容是最好的。1、2、3，来！我上榜太快了！1、2、3、4。今年咋选的人这是？你这人就骂人都没事儿。实际的这个餐巾纸是吗？我手给。好直男的礼物啊！这是一个，真的很想要。加给他，加给他。今天活动的主题是3个托人1排戏。我是北方人，南方人。诗玉在秦岭上住着呢，太年轻了。你爱说话，姐你可以说话。姐又聋又哑。你看着我。我看不见。腾讯版图扩大了，杀死比赛。每个组里面隐藏了一个戏精朋友，就是你啊，就是我呀。保持怀疑，就是我们俩，所以就是你俩其中一个。我现在感觉咱3个没有一个是正派，咱3个都是卧底。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臣蓝针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1中午12点，脱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每周2中午12点，脱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梁海源视频播客离场之后即将上线，朋友们请保持期待。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
要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和银河，就要快乐快乐快乐，这样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感受。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立地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G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有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跳海酒馆、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